警察在街头发现了一名头破血流的妓女，幸运的是她还活着，然后就迅速将她送往了协和医院。而此时警察还没意识到这是一起3男1女案件。随后医生诊断发现，女人下体大面积创伤，但没有体液，只有安全套的润滑剂。然而令警察意想不到的是，面对审问，桑迪竟否认遭到了袭击，还谎称这是自己摔的。见状，警察气得转身就走了，不再搭理他了。他们只能靠自己寻找线索了。而根据周围的环境，警探们推测，桑迪可能是在酒店遭袭的，然后才被扔到了大街上。那么接下来的调查方向就是走访周围最近的2家酒店了。不料当来到第1家后，老板竟称什么也不知道，但警察仍是搜查了起来。结果很快就在前台找到了一个女士提包，里面有安全套和润滑剂，疑似就是桑迪的东西。而眼见已经暴露，老板只能说了实话，他表示有3个客人跑了出去，我就到房间看看发生了什么，结果就看到了桑迪。随后警察就来到了那个房间，果然地上一片狼藉，还留有大量血迹。顿时气的警察质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不料老板竟理直气壮，警察过来会影响我生意，反正人都已经死了，扔到大街上也没什么。不料警察却告诉他人没死，你将伤者置于险境是重罪，然后就将毫无同情心的老板逮捕了。而既然已经查出了些眉目，那接下来就是审问桑迪，让他坦白了。可桑迪却极度消极，不愿配合调查。他从事特殊服务行业，常年遭受旁人异样眼光，内心早已对所有人失去信任。但当警察提到3男1女后，桑迪就明白他们已经查到宾馆老板了，于是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随后他交代，那晚有人打电话叫了服务，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这是他的第1次，并且人挺好的。本来我只用接待他一个的，却不料第2个年纪大的，他想要免费来1次，可我不同意，结果他就打了我，并强奸了我。完事后第3个男人进来了，我就立马拿台灯砸了他，把他的头打流血了。然后第2个就进来把我打得半死了。说完，桑迪又苦笑一声，并自我安慰，其实我赚了。那个紧张的处男把他的钱夹落下了，里面有不少钱。不料警察接过一看，上面居然有美国陆军字样，这说明行凶的竟是几名军人。随后警察就来到了部队驻地，向军医打探了起了头部有伤的人。起初军医是拒绝透露的，但接着警察就威胁了起来，因为部队和警方的合作协议规定，军方愿意协助警察查处军人嫌犯，你如果不帮忙，我们就找你的指挥官。就这样，在警察的威慑下，军医不得不妥协，老老实实调出了记录，竟是吉姆上士来治疗过。随后警察就找上了吉姆，可无论怎么审问，吉姆就只重复自己的姓名、军衔和证件号，搞得警察一时也没了办法。不过好在这时他们查到了与他一起回军营的人是2等兵威廉，所以他应该就是那个处男。不料威廉却否认是和吉姆一起回来的，警探们当然知道他在撒谎，随即恐吓1级强奸罪可是会判25年的。没想到威廉立马就承认是我性侵了桑迪，而这也出乎了警察的意料，威廉明显是在背黑锅。不过既然他认罪了，警察也就顺利将威廉逮捕了。接着就又找上了桑迪，让他指认，而桑迪也很快认出了威廉以及被他打破头的吉姆，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，那个强奸和殴打他的泰勒上士。然而当警察把这些交给检察官后，检察官却以桑迪的证词不够充分为由，拒绝现在就提起指控。虽然警察据理力争，但检察官又表示既没有体液，又没有毛发样本这些确凿证据，所以基本是没有胜诉希望的。对此警察也不得不认同。于是为了获取关键证据，警察决定先撬开威廉的嘴，让他指控泰勒。威廉当然不愿意了，但警察想起桑迪曾说他善良，于是就拿出了桑迪被殴打的照片。结果看到他凄惨的样子后，威廉顿时感到良心不安，再加上警察不断的游说，威廉终于答应指认泰勒上士了。而既然搞定了人证，那接下来警察就把泰勒给逮捕了。随后就将2人起诉了。首先桑迪讲述了自己被侵犯的过程以及被泰勒殴打的经过，不料对方律师却狡辩，这只是一场商业交易，就像遇到粗暴的嫖客一样，只是程度问题而已。因为桑迪所从事的职业领域，一定程度的暴虐是常事，而这种暴行的确切程度是双方需要协商的众多事项之一。结果这番话把检察官怼无语了。接着威廉又出庭作证，因为大家都取笑我是处男，所以泰勒上士决定帮我，于是就在网上约了桑迪，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随后2位上士在旁边房间等着，我则和桑迪上了床。可当检察官问然后呢，不料威廉看了看严肃的长官，竟然当庭反水，称做完我们就回军营了。这下2人高兴了，但检察官却愤怒了，又大声质问了起来。可威廉仍是坚称我们一起回了基地，结果气的检察官立马拿出了他的口供，乃至威廉竟表示当时我撒谎了，只是不想让警察再来烦我。这下检察官无话可说了，威廉一心要做伪证，谁也没办法。结果休庭后就遭到了检察官的斥责，可威廉也很委屈，他认为陪审团肯定会相信上士，而不是妓女桑迪，这个案子注定会输的。最后威廉宁肯自己去坐牢，也不愿做一个背叛者。见状检察官也没招了，只能任由威廉离开，然后就又去撬吉姆上士的嘴，并提出了只判轻罪的认罪协议。可尽管警察好话说尽，吉姆仍旧是一条道走到黑，无论如何也不开口。哪知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有了新发现，他明言吉姆是不会作证的，因为台灯上的血迹确实是吉姆的，但基因检测却显示来自女性。结果一听这话，2人顿时恍然大明白，吉姆竟是变性人，难怪他不愿作证，因为一旦这事曝光，他在部队就再也待不下去了。而鉴于吉姆的这种苦衷，检察官也是讲人情的，当即撤销了对吉姆的所有指控。至于交换条件则放宽为自愿指控泰勒，这可是吉姆没想到的。
然后他就被放走了。可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本森还是又来找了吉姆。结果真的发现，吉姆果然不打算指控。开始本森还以为他怕被嘲笑，可哪知吉姆根本不怕嘲讽，他只是担心会被开除军籍，那样就再没有机会报效祖国了。而本森也被他的拳拳报国心打动，但却立即借着吉姆的爱国情怀，规劝他爱国就是为人民服务。现在桑迪正好需要帮助，而这恰好与吉姆的从军理念相符，他也就答应了。随后在2次庭审中，吉姆就坐上了证人席，还原出了案发过程，指控泰勒是凶手。但当轮到律师质询时，他却先问吉姆是不是同性恋，是否有幸福的婚姻，而这些吉姆当然全否认了。接着律师就怀疑起了他的性质，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律师就是想拆穿吉姆的身份。对此吉姆也很光棍，竟主动承认了自己是变性人。I believe that's what you were getting at, counselor. You could have just asked me. And because you're so interested, I'm physically able to have sex with whoever I want. So you're saying you were once a woman? No, I was always a man. But your birth certificate says female. Am I right? 检察官当即反对，不料律师称这是为了验证吉姆的可信度。既然他一直对军队撒谎，那说的话就不可信。不料却被吉姆给怼了。My gender identity isn't relevant to what I do, just as whatever's in your pants isn't relevant to what you do. 律师的脸都气绿了，最后只能拿认罪协议说事，让吉姆承认自己是用无罪释放换取了出庭指控，用以引起陪审团的疑虑。而泰勒到底是否有罪，剩下的就要交给陪审团了。接着他们很快就做出了裁决，判定泰勒强奸罪成立。就这样，检方大获全胜，几人都感到很欣慰。但接下来吉姆的命运就不知什么样了。但他依然不惧，却不成想就在吉姆即将离开之际，战友们纷纷起立，向他致以了最崇高的敬礼。